没拿漏什么东西吧？刚刚看你在家里一个劲儿找，找到了吗？还是没找着。嗨，也没什么，就是一本小说，我上大学的时候送给公童的。我来吧。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拥抱觉得尴尬？那只是一个拥抱而已，没什么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总觉得那天以后，我们的感觉总感觉怪怪的。我没有，那个拥抱我也参与了，它传达了几分感情，我当然知道。其实我尴尬的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我想起来那天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喝的太多了，有点失态。我是不是亲了你？原来你记得。我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个吻有什么误会。啊，没有误会，你喝多了吗？不是。再说了，被你这个大美女吻，那即便不是一吻定情，那我也赚到了。对，因为那天我确实是喝太多了。对，你那天喝多了嘛，我知道。还是朋友？朋友啊，这当然。走吧。啊。那我来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早。早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你让我帮你找的那本书，我还没有找到。你卧室没有吗？还没有。那你看了吗？可能是当时考试有点忙，所以一直没有时间看。啊，没事儿。我就是觉得那是本好书，我昨天突然想看了。找不到就算了，我下次让书商再进几本就是了。嗯。我们吃饭吧。哥啊，你今天几点下班啊？你要下班早的话，你带丽叔出去转转嘛，逛逛街啊，兜兜风啊，看看电影啊什么的，都行吧？你多陪一下丽叔吧。我被小张留给你们。刚过完年，公司比较忙，我可能会搬到市区公寓去住。可是今天是周6呀，你应该回来陪我们的呀。这就是老板的悲哀。你慢吃。风月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凑合我和你哥了？我住进枫下为的又不是这个。亲爱的，我是真心想帮你。你知道，我要是早一点知道你的心事，我一定全力撮合我哥跟你好。但是现在咱们不占这个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哥他已经……我只是想让他陪你走过这一段最艰难的路。我当年没有勇气表白，可能就注定错过这段缘分吧。以前我妈在的时候，就不太赞成我跟她在一起。现在我妈不在了，我也没什么心思想这件事情。但
但是我还是谢谢你，总是替我操心。那好，咱们就不提这事儿了，咱们现在吃，把这些全部都吃光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！哎，刘刘，你不喝酒的？不会喝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要不就喝一瓶吧。哎，你说今儿我这手艺怎么样吧？挺好，挺好的吧？那再碰一下。来教我做几个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这其实挺好喝，你尝尝。你是不是都不上楼吃饭了？没有。公司里都传开了，说大老板家里藏了一个秘密情人，而且还很漂亮。现在啊，反而倒不传你们两个了。哎，姓樊的，你是不是叫樊人呢你？我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八卦什么你？你去边待着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这么多人，你给我点面子吧。走。那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先走。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什么秘密情人呢？是丽叔，丽叔他妈妈去世了，方腾担心他，就让他到家里住一段时间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又是那个袁丽叔啊？他要干嘛呀？他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他跟你又是炫耀，又是宣示主权，他想干嘛？我就问问。你行行好，他们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这反应才过分。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现在他封腾的女朋友是你薛珊珊，不是他袁丽叔，他怎么能让他住到他们家去呢？封腾是跟风月还有严总一起住，他不是一个人住。宝贝儿，那你知道“近水楼台”这4个字吗？他们都认识那么久了，他要近水楼台早就得月了，还轮得上我啊？珊珊，这世界上有一种爱叫做怜爱，而且男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分不清楚他对一个女人是同情还是爱情。现在是袁丽叔最脆弱的时候，同样也是他最容易反败为胜的时候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？封腾，他最近一直都是跟我一起吃饭，他大可以陪丽叔的，但是他却一直都陪着我，还不够真心啊？反正我是想好了，只要封腾能够真心真意地对我，不管什么流言蜚语，我真的无所谓。哼，薛珊珊，我要是男人呀，我也喜欢你，你真傻。女孩子天真是好事儿，你太天真那就是傻，知道吗？那我问你，情人节他陪不陪你过？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呢。你看我说的吧，他跟你说试试，是不是？他跟你说试试，他也跟别人说试，这叫脚踏两只船，你明白吗？我问你，哎，你确定封腾是你男朋友吗？还是只是你男的朋友？封腾，有一件事儿，我郁闷了很久。快说。那个，你爷爷不准过情人节，那你父母就都不过了吗？他们偷偷过。那我们也偷偷过吧。既然要偷偷过，哎呀，还是不要送花了，挺浪费钱的。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。要不然我们烛光晚餐？哎呀，不行，
这是我去深圳25年来第一次过情人节，不能再吃了。要不然我们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。不对，我怎么又说到吃上了？珊珊，你说这是你第一次过情人节？是啊。不会又生气了吧？这里是我的公寓，公司比较忙的时候，我都一个人住这儿。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吃东西。那情人节也在这里过吗？如果你忙的话，我可以下厨啊。先不说这个，所以带我来这里是要告诉我，我们不过情人节。与男朋友拥有一个秘密基地，是女孩们的愿望清单之一。我意外地进来了这个秘密基地，可我怎么一点都感受不到身为风头女朋友的快乐呢？珊珊，我今天才听说，大老板的秘密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？难道你们俩的感情出问题了？要不要我给你出谋划策？虽然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但是被问起来，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不过丽叔的事儿跟风腾的隐私有关，我也不能广播一样，好像丽叔跟风腾没什么，那反而有一种死定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吧。什么秘密情人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哎呀，难道大老板真的有秘密情人？哎呀，我还以为大老板一直是跟你在一起的呢。你们俩真的不是男女朋友啊？每个人一听到我的男朋友是我大老板，总是格外敏感，连我都能感受到那股氛围，开始无谓的敏感起来。可是我跟风腾在一起的初衷，只是因为单纯的这个人啊，跟他头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，我才没跟大老板谈恋爱呢。哎，他怎么会来财务部？那么刚才说的话，他都听见了吗？我知道我自己因为情绪敏感，就脱口而出风腾不是我男朋友，这样有点太不近人情。可是就算我脑袋是清醒的，也还是会否认呐。只是风腾这反应，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跟阿佳的谈话呀？如果听到了，他应该会很生气才对吧？我下周要去美国，可能要停留1周左右。下周？这么突然啊？下周末就是情人节了哎，肯定不过了。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。可是我没有护照啊。吃饭吧。不能过也不能提的日子，哪里算是情人节嘛？明明就是情人的劫难嘛！
说不定对风腾来说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开始过。哎，黎叔。哎，丽叔，你吃过午饭没有啊？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店，我可以带你去啊。我没事的，珊珊。回到市区就过正常的生活呗，忙工作。我就当成我妈还住在老家的时候一样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都习惯了。糟了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哎，这个花茶不错哎，很好喝。我刚才看菜单上说好像是什么，从欧洲进口的，你要不要尝尝看呀？哦，这个是我特别挑的，叫情人之吻。对啊，这是你的店。薛珊珊，你这张嘴除了吃东西还会干嘛？巧克力好特别呀！哎，也是你从欧洲进过来的吗？这个，对啊，这个叫做 Sweet Valentine， 甜蜜的情人节。情人节快到了，应景。我想的话，销量应该还不错。不过可能你就会比较辛苦了，因为风腾是从来不过情人节的。你也知道风腾不过情人节呀？他没告诉你吗？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车祸意外走的。那我们也偷偷过吧。既然要偷偷过，哎呀，还是不要送花了，挺浪费钱的。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。要不然我们烛光晚餐。那情人节也在这里过吗？先不说这个。他没告诉你吗？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车祸意外走的。薛珊珊，你果然是猪头。不会说话就算了，还专在人伤口上撒盐。风腾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辈子都不要过情人节。Your presentation about the project seemed clear and perfect. Sure, we anticipate the good news. Yeah. Oh, are you okay? Oh, 我的 head. 哦，真的，被车送医院。是。哦。齐帅跟客户不知道现在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再问问风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都还好吗？情况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完蛋了，风腾一定非常非常生气。珊珊，我怎么听说你把外国客户撞倒送医院了？听说他们好像是来谈合作的，这下人被撞到医院，生气得不得了，直接宣告合作失败。那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怎么回事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啊？你快说呀！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据说是珊珊冲进电梯里面，然后撞到齐帅了，然后齐帅又把那个后脑勺用后脑勺把外国人又撞。疼不疼？你要再按就疼了。我不按了。没事儿，小伤而已。Steven 比较惨，鼻梁骨都断了。没想到我后脑勺这么结实。你说珊珊冲出电梯，那合作案就这么搞砸了？合同倒无所谓，风腾本来就不太看好那家公司，也没有多想跟他们合作。这次谈合作呢，也只是客套一下，维护一下彼此的面子。珊珊这么一撞，倒也挺好，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应该是风腾让珊珊有台阶下吧？依他的个性，对亲密的人是不会这么客气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珊珊中午到店里来找过我，哎。风腾好像没有把他父母在情人节出意外的事情告诉他。你说珊珊今天去找你去了？所以你跟他说了风腾父母的事儿？我又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这件事情又不是什么秘密，跟风腾熟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啊。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风腾怎么没有跟珊珊说呢？难道他对她还有所保留？难怪珊珊这么心急。也是，你说哪个女孩不想过个浪漫的情人节？偏偏这个事情是风腾最大的痛处。哎，你说珊珊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？那你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？当然了，我有那么任性吗？其实珊珊也不是任性，她就是不知道而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哎，其实我在心里面已经跟自己说过千百次了，不要因为风腾和珊珊的一个风吹草动，影响了自己整个人的情绪。我真的不是讨厌珊珊，我有时候还觉得她挺可爱的呢。我就是觉得他俩不是特别合适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好像一直都在批评珊珊。哎，如果我下次还这么讨厌的话，你一定要提醒我啊。好的，不过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讨厌。风腾，我跟丽叔在一起，丽叔中午把你父母的死因告诉珊珊了。合作案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里。风腾本来就没有多想要跟他合作，只是把结果提前了而已。这是在安慰我吗？好冷淡的口气。你骂我，我还舒坦一些。你今天中午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没事儿。
没什么大事儿啊。合作案都破局了，我现在怎么好意思在风腾面前说我只是为了一个区区的情人节，就把事情搞成这样？我明天要去美国，去办一些事情。那我去送你啊？不用送了，明天很早，你好好休息。啊，为什么这气氛好像要凝结一样，让人难受？风腾，你不如对我发飙，拿我出气，骂我是猪头也好啊。你现在这样，比酷刑还要残忍。珊珊这次啊，不只是要失宠了，搞砸了公司的合作呀，恐怕是要失业了。我看他这次啊，8成是凶多吉少了。在这种凝固的气氛下吃饭，结果会消化不良啊！可是话说回来，风腾为什么不告诉我父母的事情？是因为我还没有资格知道吗？当然没资格了，这阵子的表现，自己都觉得没资格。珊珊，出来一下吧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完了完了，严总都找上来了，珊珊这次肯定是要离开了。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啊？珊珊，不好意思啊，山里那天呢去老宅帮我拿东西，无意间看到丽叔，他呢也什么都不知道，跟别人到处八卦，让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你心情了。啊？我已经把山里开除了。不是吧？为什么做错事情的是我，却让他离职啊？其实，这是风腾的意思。你要知道，秘书是跟高层走得最近的人，如果他天天把高层的家事到处乱说的话，那就太糟了。啊？哦，所以，严总找我，不是要请我离职啊？离职？为什么要请你离职啊？我昨天撞伤了一个客户，又把公司的合作案给搞砸了。那你找我，不是要请我离职吗？嗨，这事儿啊，我们集团呢本来就没打算和他们公司签约，错不在你，别有压力。所以风腾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安慰我。珊珊，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丽叔并不是什么风腾的秘密情人，你不会因为这个误会风腾吧？不会。啊，那就好。我是过来人，你知道吗？像咱们这样出身普通的人，和风家的人谈恋爱，是一定会收到很多风言风语的。但你看我和风月现在，不是很幸福甜蜜吗？我希望你能够挺住，相信自己，相信风腾。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跟我们一样幸福甜蜜的。哦。接电话呀！风腾不顾全急的原因也是，这次合作案的事情也是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事情的真相啊？就连黎叔不是秘密情人的这件事情，也不是风腾亲口跟我解释的。我明白，我跟风腾之间并没有夹着别人，但我没料到，光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差距，就已经让我如此力不从心。风腾跟我的感觉是一样吗？
善，严总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还能待在公司吗？哎，你别说的那么直白。严总没跟我说离职的事儿啊？啊，没说，那是不是说禁爱令的事儿啊？对呀，禁爱令啊！严总同你谈话的时候，生活能量上面发布了公告的，是啊，说我们公司的禁爱令被撤销了。啊？你害客户受伤，搞砸了这个合作案，不仅没被革职，现在连禁爱令都一并解除了。你跟老板是不是进行时啊？是不是？不是，肯定是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一并解除了呀？就是呀。这下禁爱令也在封腾的遥控之下撤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最近表现频频出错，肯定不是为了想在公司公开恋情的。封腾啊，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，我实在是需要一本能让我解读封腾的使用指南啊！看来这下我和季帅有希望了。想多了吧？季帅，哎，那个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啊？世上虽没有封腾使用指南这种东西，但至少眼前有位恋爱界的大前辈，而这人恰巧跟封腾很熟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突然想到请我喝咖啡啊？总觉得这件事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哎呀，如果那天你把我脑袋撞坏了，害公司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创意总监，那你才真的应该过意不去。不过你今天请我喝咖啡，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吧？别说，让我猜一猜，是不是跟你那天急忙冲出电梯有关？哇，这个你就能猜出来？其实封腾父母的事儿啊，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听他说过一次。我能理解，热恋中的女孩嘛，都希望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。但是，这个节日对于封腾来说是一个劫难，非要让他在这个日子里跟你一起浪漫甜蜜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为难他了？所以呢，也希望你能够体谅体谅他。我知道，可是封腾他根本就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，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，他大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他的想法，或者是说真正的原因，可是他却选择不说，这让我觉得，我离他好遥远。一个千万不要乱想。封腾这个人呢，心思比较细腻一点，他不说，肯定是想找个适当的时机来告诉你。毕竟你们两个人才刚刚开始交往，在情人节前夕跟你说这些悲伤的话，未免也太沉重了一点。我虽然不够机灵，但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。他为什么就不跟我说呢？以我对封腾的了解，当他心思越细密，越让人看不懂的时候，就说明他越在乎你。虽然你看不懂封腾，但不能否认，他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跟你谈恋爱。封腾曾经跟我说，不要看他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就是这意思。可是我又不聪明，万一搞砸怎么办呀？封腾这个人啊，在事业的容忍范围很小，不允许犯错。但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啊，就你薛杉杉那点小心思，随便你横冲直撞，你碰不到他的底线。谢谢你啊。到饭店了。虽然齐帅的话让我安心不少，可是几天下来，跟封腾的远距离对话，让我怀疑，齐帅是不是也想错了封腾的心思呢？
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哟。吃过了。大老板金口一字千金，每次都只是3字真言。不过每条信息也都回复我，是在包容我吗？但只包容不说明，其实应该也叫做忍耐吧。有男朋友只能忍耐的女朋友，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女朋友吧。我实在是太迷茫了，甚至连风腾要把我甩了的想法都想过。如果就这样散了，虽然算是落得轻松，但总觉得有点难过。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解释清楚，也不给我一个平反的机会呢？好梦。洋洋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亲爱的，好漂亮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好呀。凌晨班机回，明早有事再找你。找我聊？聊什么呀？不会是想跟我摊牌吧？薛珊珊，你试用期表现得很不 OK。很抱歉，你被开除了。如果是工作，还有个工作评量标准，知道自己哪边做得不够好。但爱情无关对错，全凭感觉。只要有一个人想分，那分手这件事情就可以被成立了。原来爱情比想象的还不可靠。风腾真的0点才能回来吗？李叔会知道风腾的行程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哎，那个袁丽叔在吗？啊，您是来找袁小姐的是吧？啊。哦，她今天提前走了。走了？对。哦，是这样，你如果要找她的话，明天下午来吧。听说她明天上午要去扫墓。明天上午去扫墓？对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扫墓？是扫风腾父母的墓吗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
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。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？溜溜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说老实话，我觉得你跟风腾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而且不是随便沟通就能立马解决问题的。这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只存在童话里。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，我也不敢想能够和风腾白头偕老。试用期没满却被炒鱿鱼了，确实也蛮符合我薛珊珊的形象的。只是就这样被炒得不明不白，真的挺让人沮丧的。以风腾的性格，他肯定觉得他做的已经很明显了，你应该看得出来。所以说，你应该懂得进退。真的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吗？我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还糊里糊涂的呢，连点努力都还没算上呢。珊珊，你了解他吗？你知道他的一切吗？既然你不了解，你又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呢？啊，这就是不是说，就像是捡到了一张金卡，却不知道密码是什么？唉，这没有密码，你要是黑客也行啊。这既然都不是，你又何苦自寻烦恼呢？这要怪啊，只能怪你不是发明金卡的人。珊珊，往好处想吧，这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难道你真的要和一个和你不合适的人过一辈子啊？你觉得这样你会幸福吗？好了，这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好男人多的是啊，我妹妹这么优秀，还怕找不到好男人啊，是吧？溜溜姐姐，谢谢你当我的情绪垃圾桶。啊，我是有多悲催呀，有这么个多愁善感的妹妹。以后甩不掉我了。好啦，你快把奶茶喝了，喝了心情就会好哦。那我们就以奶茶代酒，就当是借酒消愁了。好，干！给大家一个超级的惊喜，情人节礼物的啦！看我的一只大熊，我还有呢，我是一个来吃巧克力的，吃巧克力，看，吃巧克力啊！巧克力啊，特别好啊！哎呀，来，拿着，谢谢。哎，这谁送的呀？就不告诉你，快点！哎呀，好了啦，说了啦，公务部的王一阳。你跟他来电了呀？你们俩怎么回事？珊珊，来，也来一颗。哦，太不老实了，这人。
谢谢啊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什么高档巧克力，反正就是巴结巴结你了。哎，大老板送你什么呀？对啊，珊珊，跟我们透露透露，大老板送你什么呀？不会是藏起来了吧？哎，说呀说呀。朱小薇。谢谢。送你多少束玫瑰花啊？我看呐，起码有7、8束啊。哎呀，我发现这一束特别漂亮。送你吧。哎，真的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喜欢粉的。谢谢。哎，我喜欢这束。珊珊，啊，你看这一束花漂亮不漂亮啊？漂亮，漂亮吧？谁送的呀？研发部的郑奇帅送给我的。真的假的啊？开玩笑啦，怎么可能是齐帅送给我的？是小薇送的啦。哎，珊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情人节，楼上那位什么表示都没有啊？对啊。珊珊，我那边还有很多花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自己去挑几束吧。不用，我最近花粉过敏。这些是要赶给科长的，如果你晚上要约会的话，明天中午之前给我好了。如果以加班为名拒了，大老板应该就会放过我吧？拜托，就算被甩，也要过了情人节。好，你放心，明天一早给你。哎，珊珊，你今天晚上不跟大老板一起过节啦？我不是刚才说了吗？我明天一早就可以处理好。这样就算是被甩了，应该也不会有人知道吧？袁林叔，你干嘛呢？今天扫了墓，你不是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吗？风东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会，这几天不都回来吗？哎，我跟阿姨准备了西餐，蜡烛还有音乐都准备好了。我记得伯父伯母在的时候，不是也经常喜欢吃这样的晚餐吗？我猜他一定会喜欢我们这样的聚会的。那我能做点什么呢？把你的好酒都拿出来，舍得吗？我不舍得。王叔，把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酒全部拿出来。全部啊！哎，好歹人家买了这么一大束鲜花送给你，就算你有点失望，也别表现得太明显吧？啊？请进。就是没想到是你而已。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你应该不会介意我送束花给你老婆吧？反正你老婆也没情人。哎，情人没有，老公有一个。老情人。哎，晚上
留下来一块吃饭吧。好啊，行，过来。走。哎，顺带跟你说一件更让你失望的事儿，你期待要见到的那位先生让我给你捎了一句话，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所以我特意带来一束鲜花聊表心意。我才不失望呢。花我收下，不谢了。今天情人节在家里待着太可惜了吧？吃完晚饭咱们出去走走，就当我是友情客串。我从来不客串。你要当我是男主角也行。风腾。忙完了吗？啊，忙完了。那跟我来一下。嗯。进到这个门里，就代表摊牌的时刻来临了。薛珊珊，这世界上有恋爱2个字，就会有失恋2个字，所以，接着，你就算心再痛，也绝不能哭。珊珊，我不能跟你过情人节。我知道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傻乎乎的薛珊珊缠着你，吵着你，要跟你一起过情人节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？我知道你知道我了。想跟我说分手。我父母是在情人节这一天出游，车祸去世的。当你第一次送我礼物，提醒我过情人节的时候，我就想告诉你。但是当我知道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个情人节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开口。我曾经有一个我深爱的女人，就是因为我不能陪她过情人节，所以她跟我分手了。我知道这一天对于女孩来说有多重要，但是我不能允许在这一天以任何的形式庆祝。薛珊珊，跟我在一起，你永远都过不了情人节。
我带你来这里是希望你可以安心，但是我就发现你的话越来越少，越来越不开心。所以，对我说的话也越来越少。因为我知道你想要对我说什么，你想要跟我一起过情人节，想要跟我一起庆祝我们在一起。对不起，腾腾，那天我去办公室找你。其实是想告诉你，我们不过情人节了。但是，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有些情侣，一年只有这一天过得像一对恋人，而我们。这一天纪念你的父母，其余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过得像情人节一样，好不好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哎呀，吃的真舒服呀！怎么，这么介意风腾没有回来吃饭啊？做饭是给大家吃的，又不是等他，他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儿？好吧，那我们不聊他了，换个话题。聊聊什么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说要去找一本书，什么书啊？ The Great Gatsby。了不起的盖茨比，好书啊，有品味。我谢谢你啊，又聊到风腾了。啊？哎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转学的那年，我曾经对风腾做过一次隐藏式的告白。什么隐藏式告白啊？我送了风腾一本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然后我把告白的书签放在里面，但是我没想到他连动都没动。哇，
果然是你们文艺女青年会做的事情啊，够浪漫的。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突然想要找回那本书啊？我送给他的东西，他一点好奇心都没有。你说他对我有多不放在心上？我就是不想哪天他突然看到这个书签儿，我们大家尴尬。我想起来了，你送他书这事儿我还知道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第2年暑假你还到我们学校来，他也回送了你一个相框啊，有我们3个人的照片。虽然说这个相框跟爱情无关吧，至少也代表他很在乎你们之间的情谊啊。其实我们也就算是用爱情的方式经营了一场友谊，在这场友谊里面，至少他还站在朋友的位置，我呢，模糊了友谊，妄想了爱情。但我觉得那个相框意义不一般，至少风头没有送给我吧。行了行了，换个话题，不聊了。你觉不觉得郑琪很喜欢我们家丽叔？你也看出来了？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哎，你先别急着张罗啊。不过丽叔条件还不错啊，郑琪倒是跟他挺般配的。就是郑琪这2年这女人呐，像走马灯一样，有点多，所以你先别急着当红娘。哎，郑琪跟我哥不一样，我哥是界限分明，容不得一点暧昧，他过分谨慎嘛，所以我很难猜他的心思。你这个当妹夫的啊，其实敲敲边鼓啊。你哥敲边鼓不行，敲不响嘛。有些人是闷声发大财，你哥是闷声倒大霉。哎，不能这样讲的。哎，其实丽叔吧那么喜欢我哥，如果他们俩真的可以轰轰烈烈的谈一场恋爱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觉得丽叔心里都可以放下，不像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，心心念念的还是我哥。亲爱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相信以郑琪的本事，他一定搞得定丽叔的。回去吧。但我觉得那个相框意义不一般，至少风头没有送给我吧。啊，太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说好不过情人节的呀。走吧。我送你回去。嗯。回家喽！
你怎么来了？风腾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们进去说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。风腾，对不起。怕受委屈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太着急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错的有多离谱。我为我的骄傲道歉，为我的疏忽道歉，为这么多年以来你对我曾经付出的这么多道歉。风腾，我爱你。明知道和你已没有输赢，可想你还是李叔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没有误会，我看到这个了。其实你看我的 Great Gatsby 对吗？你看到了我给你写的书签，这个照片就是你对我的回应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才看到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哦，不对不对，其实是我先开始的。我先用书签向你告白，然后你用照片回应我，对吧？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我明白，你现在跟珊珊在一起吗？这个没关系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现在才知道你喜欢我。或者你曾经喜欢过我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这条直线还不晚。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看不出我的自己吗？对不起。不是你的，那是郑琪的。我送你相框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郑琪在后面写了这个。这1年来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书签我看过了。但是在你找书之后，我看的。李叔，我现在心里只有珊珊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今天情人节嘛，我在家里做了特别多饭，然后你也不回来吃。你知道你今天不应该跟珊珊去过情人节的。这个照片的事情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当年就知道。那个书签，对，那个书签我也知道，都是耍你的。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间被郑琪发现了。郑琪，李
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情人节问候啊！这就是你对我的羞辱是吗？你不会拿这个照片去找封腾了吧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脸？我难得鼓起勇气去找封腾，最后把自己搞得一败涂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怎么做？不应该写那段话吗？你千万别告诉我这是你上学时候的恶作剧啊！你都多大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幼稚啊？我告诉你书签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误导我？你为什么要让我发现这张照片？我没有想到你连想都不想去找封腾。我想都没想。我不去找封腾，我难道来找你吗？我书签上写着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等你，然后照片上写的是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跟你相遇，这不就是你代替凤城他回应我吗？你根本就是故意做的我。这不是回应，我没有署名，这哪是回应？你没有署名？什么叫你没有署名？你没署名？那不是回应。那不是回应是什么？欢迎参加落单情人 party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进来坐坐吧。我猜你是刚失恋吧？要不要加入我们呢？我们正在跟正妻讨论啊，这男人到底想什么呢？希望明年就不是单身了哦。单身也要过情人节啊。我是单身没错，但是我没失恋，我也不需要参加你们的落单 party。你们继续。严小姐，冯先生打来电话让我问你，要不要和他还有郑先生一起出去打打球？那个王叔，你就跟他们说我还没睡醒。是。你说郑琪喜欢丽叔，大学的时候就喜欢？当然，但是在这个阶段呢，郑琪交了一些女朋友。我想应该是这次丽叔回到上海之后，他们接触的时间久了，郑琪才确定了这份喜欢。那丽叔呢？丽叔怎么想的？郑琪那么优秀，她当然没问题。就像你当初不是从不喜欢到喜欢我？女孩就是应该被倒追的。是吗？说的好像是你追我似的。这是你追我吗？哦，原来薛珊珊是倒贴呀！哎，你不要这么讲。那齐帅那么优秀，那丽叔也很优秀啊，追他的人肯定也多的是啊。珊珊。啊？冯董，珊珊。郑琪。
到挺早的嘛，你们。黎叔呢？他在睡觉。来吧。来。那我去买饮料。不行，一块玩想偷懒啊你？买饮料也是运动啊，我走吧。哎，那我们等你回来再玩。看风腾说齐帅和丽叔的样子，是满脸期待看好的，可见风腾心里没有丽叔，只有我薛珊珊，只有我。这都几点了，丽叔还睡觉呢？没事吧他？你当年喜欢丽叔，为什么不说啊？哎呀，感情这种事儿啊，还是得两厢情愿。他当年心里那个人，可是你啊。现在呢？发球权回到你手里了。人生真的挺奇妙的，两个人走着走着吧，当年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只是当年的问题还是存在啊，他心里那个人依然是你。可是我倒是认为，经过昨天晚上，他知道你喜欢他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还在想，要不要把丽叔告白的事情跟珊珊说一下。跟他说这个干嘛？因为我不想有任何的事情隐瞒他。我说你呀，在感情上也是个白痴。她珊珊再单纯，她也是个女孩吧？女孩都敏感，都小心眼。哦，你跟她说丽叔跟你表白了，丽叔可是一个以后经常会见面的家人啊。你们以后怎么见面啊？尴不尴尬？我劝你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别说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是好事儿，虽然是郑棋搞出来的花样，但至少强迫你开口了。而且现在真相大白了，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你不用再纠结了呀。他喜不喜欢你是他的事，你要不要告诉他，可是你做决定的。哎呦，其实能把憋在心里这么长时间的话说出来，确实是轻松了很多。被风腾拒绝了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，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吧。只不过有一点丢脸，有一点难堪。哎，我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我是时候该搬出去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你应该学会示弱，你不要像个女汉子一样那么去要强。哎，你看人家珊珊，整天开开心心的，天大的事儿连绷一绷就过去了。哎，我就是学不会呀。那你应该自我检讨啊，这是你的个性问题。你干嘛什么都要做最好的，什么都要争最好的？我知道我哥是最好的，但世界上只有一个风腾，对不对？其实郑棋也很好，关键对你很好，你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。小姐，你跑题了好吗？让我跑回来。我觉得你跟郑棋真的可以试着交往看一看。哎呦，袁丽树，你把人家伤害了，你应该打个电话安慰一下吧。哎，风月小姐，现在到底是谁受伤啊？啊，我受伤了，我现在要打电话去安慰他是吗？你有没有立场啊？好，我不强迫你，好吧？但是我强迫你，你留下来陪我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怕风腾尴尬。我哥一点都不会介意这件事情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搬到陆家嘴去住了。他要结婚，我们兄妹俩分开住是迟早的事情。
你也知道，我爷爷当时走的时候，我哥为了安我的心，把这套房子挂在了我的名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是这套房子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你就放放心心住在这里，我说让谁住，就让谁住。哎呀，你让我想一想吧。乖了，听话了。电话响了，接了。珊珊，他也知道这个事了。喂，珊珊。我鼓起勇气唱出这诗句，我是一片云，永远都因你过心。郑琦用大四报告白，那丽叔可是开着书店的文艺女青年来的，你行吗？这不是告白，是道歉。道歉？为什么道歉啊？哦，我听说情人节那天晚上，郑琦跟一堆部门的女同事过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丽叔知道了？